弟，你这牛皮在外人跟前吹一下也就罢了，在自家人跟前也不实诚点，还说这种吹牛皮的话。得了吧，老三，你以后能自保，别拖累我们其他人就不错了，还想过上好日子。三哥，不怪大家不相信你，你这日子过得一塌糊涂的，还不思悔改，以后怎么可能会变好？想把日子过好，难不成光靠一张嘴吗？哼，这以后的日子谁知道呢？指不定我就能时来运转了。我是没啥本事，可是我还有一张俊脸呀。三弟，虽说你长得还凑合，可是咱们大男人的脸又不能当饭吃。你以为靠着你的脸，你日子就能过得好了？真想得美呢。老三呐，你别整这些有的没的了，没个男人样。咱们男人想过上好日子，只能靠自己努力干活得来，你还想靠着脸吃饭呢？怎么了？你是脸大呢，还是脸上贴金了呀？靠着你那厚脸皮就能过上好日子？你们不懂，这年头靠脸吃饭的人又不少。你们看四弟，不就是靠长得好看才让四弟没那么有本事的女人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吗？指不定我以后也能找个这样的女人。还有小妹也是因为长得漂亮才能嫁到有钱人家去，换做咱们村子里的那些丑八怪，那些富贵人家能看得上吗？行了，老三，你别说这些歪理了，看人家靠着脸可以，你就以为人人都能这样啊？就是，还拿四弟和小妹作比，这事儿能放在一块对比的吗？那么多长得俊长得好看的人，怎么没有四弟和小妹这样的福气？三弟，你该不会指望天上掉馅饼真的能砸在你身上吧？娘，老妹后天就要出嫁了，咱们明天是不是得去镇子上一趟，将缺的东西都买回来？明天买的东西多，让老四家呀把驴车借给我们用一下，不然那么多的东西，牛车上人多，怕是放不下呢。娘，四弟妹那么抠门，想借他家的驴车可不容易，四弟妹铁定不会同意的。大不了给他一点租钱，不白用还不行吗？娘，那我明天和你一起去镇子上。娘，都是自家人，驴车我算你便宜点，30文钱一趟。哎呀，这价格也太贵了吧！娘，哪里贵了？眼下到了年关，啥东西都贵，你就算去租个牛车，也肯定比我的价格高得多。要不是看在自家人的份上，我还得要更高的价。你如果嫌贵不想租的话，就算了，去租别人的呗。哎，那行吧，30文就30文。娘，你别一脸不爽的样子，搞得像我宰你似的。老四媳妇儿，我没有不爽，30文就30文呗。你赶紧把你家驴车牵出来，我现在就要去镇子上了。娘，你先把30文钱给我，先付了钱，我再去给你牵驴车。老四媳妇儿，你这是啥意思啊？难不成觉得我用完了驴车会不认账啊？既然你不会不认账，早给晚给还不是都得给？让你现在把钱付了，也没有为难你吧？你现在不给，到时候谁知道你会不会赖账？小气巴拉的，钱给你行了吧？沈月，沈兰毕竟是你的亲妹妹，她结婚是大事，你还是过去一趟比较好。咱们四房也得随一份礼，该出的钱得出。月儿，我才不去呢，她爱咋样就咋样，关我什么事儿？好心当做驴肝肺，这种人我还舔着脸凑过去干嘛？沈月，你是他的亲哥，咱们该做的礼节得做到，不能落人口舌。咱们怎么想是咱们的事，可还有村子里那么多人看着呢。你如果不去，肯定又要被人闲言碎语的说的。好吧，月儿，那我过去，你就在家里待着休息，眼不见心不烦。那你去吧，这是嘴里的红包，你带过去。四弟，你也搭把手帮帮忙，别杵着不动。你忙就行了，还缺我吗？四弟，你这话说的，咋不缺你？你不看看，这都快忙不过来了吗？我还有事儿，先回去了，等吃酒席时再过来。四弟不帮忙，等着小妹以后日子过得好了，能记着他才怪。二哥，四弟现在和咱们不一样，他们四房发达了，不在乎有没有小妹的帮衬，
娘，小妹今天可真好看，这模样，这打扮，10里8乡的都找不出另一个来。那是当然，你小妹这样子啊，哪个姑娘能比得上啊？绝对独此一份的。即便是老四媳妇儿当初成亲的时候，也就那几样银首饰戴着，哪能像你小妹这样啊？是啊，娘，当初四弟妹结婚时的装扮也没有小妹这么体面。小妹真是好福气，今天绝对让村子里很多小姑娘小媳妇儿羡慕死了。老大媳妇儿老二媳妇儿啊，你们就别在屋子里守着了，有我在就行，赶紧啊去操心一下酒席的事儿吧。哎呦，朱大花这宝贝闺女从小懒着，还以为会嫁不出去呢，没想到是个命好的，嫁到了有钱人家去，以后能懒一辈子，有下人伺候着，后半辈子也不用辛苦干活了。哎呀，可不是嘛。所以说有时候啊，咱们也得相信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有些东西啊，不是咱们努力勤快就能得来的，也得看看有没有这份运气。是啊，反正朱大花这闺女的命啊真是好，有这福分。瞧瞧那身上戴着首饰啊，都是名贵的呢，有金子银子，还有玉和珍珠。哎呀，咱们普通人呐，能有一样就不得了喽。看来朱大花这一次没吹牛，闺女真是嫁到有钱人家去了呢。娘，接亲的队伍还没过来吗？没呢，兰兰，急啥呀？咱在家慢慢等着，人家还能不来了吗？兰兰，等你嫁人了，住到杨家去啊，你可得好好的照顾自己啊，娘不在你身边，实在不放心啊。娘，你有啥不放心的？我嫁到杨家去，那是享福去的，有那么多下人在，还怕伺候不好我吗？哎呀，娘这不是怕下人照顾你不尽心吗？不如娘照顾的周到。娘，你就放心吧，那些下人如果敢对我照顾的不尽心，我肯定不会让他们有好果子吃。也是啊，我闺女嫁过去就是杨家的少奶奶，下人啊肯定会尽心尽力的伺候。哎呀，娘心里啊就是舍不得呀。兰兰，你这嫁人了，娘可没法天天瞧见你了。娘，我这又不是不回来了，以后我经常回来看你还不行吗？兰兰，这可是你说的呀啊，你别哄娘开心啊。娘，放心吧，我肯定记着你和爹。等我日子过好了，有钱了，我就在镇子上给你和爹也置办2间屋子，让你们俩以后啊也能住到城里去。哎呀，还是我家兰兰孝顺，我就说闺女儿好，闺女儿贴心，比外面那些臭小子讨债的要强多了。哎呀，兰兰，估摸着是接亲的人来了，娘出去看看啊。娘，你快去。哎呦，那是接亲的人吗？不至于吧，就一顶破轿子和这几个人，这还不如沈玉和沈大柱办的婚事呢。不是说沈兰嫁了一个有钱人家吗？人家就这么娶她过门的？怎么不至于啊？除了他们家，今天咱们村子里还有谁成婚啊？而且呀，还是奔着沈家这边来的。要我说没差的，就是这接亲的队伍，哎呀，的确是够穷酸的，不像是有钱人家干出来的事儿啊。不会是朱大花吹牛的吧？闺女根本没有嫁给有钱人吧？应该不至于吧。朱大花虽然喜欢吹牛，可刚才我也看了，朱大花家那个大闺女今天穿金戴银的，确实体面得很。咱们乡下人谁家有那样的条件买那么多的好首饰啊？再说了，之前我可亲眼瞧见了，那家人可是坐上等马车过来沈家这边的，应该不会有假。那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接亲这般糊弄，就用一顶破轿子？嘿，还不如咱们乡下人接亲的排场呢。要我说呀，指不定是人家有钱人家随随便便糊弄一下的，压根儿没把沈兰放在心上。本来就门不当户不对的，人家看轻一些也是正常。
对大户人家来说，可能闺女出嫁这么一顶破轿子接受不了，但咱们乡下女人出嫁，多少人连轿子都坐不上呢。指不定沈兰的婆家人觉得弄这顶破轿子过来还已经够了。你说的有道理，人家铁定就是随便凑合糊弄一下的，看不起沈家，自然不会弄那么大阵仗，不然不是浪费钱吗？呀，该不会是杨家人真的看不起我们乡下人，对我们家兰兰也不在意吧？哎呀，这下子该咋办呀？娘，这是咋回事啊？我哪知道啊？你问我问谁去啊？婶子，我是杨府的管家，我家老爷让我过来接亲的，还请新娘子上轿吧。你们杨家好歹也是镇子上的大户人家，我闺女嫁过去就用这样一顶破轿子，就这么几个人过来呀？啊，你们杨家还有没有把我们家兰兰放在眼里？还想不想娶她回去了？婶子，如果没弄错的话，你们乡下人成亲大多数还用不起轿子呢，我们家老夫人弄了一台轿子过来，也算是抬举你们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好挑剔的？娘，我不嫁了，让他们把轿子抬回去。一顶破轿子含着谁呢？这样还想着我嫁过去，做梦！哎，对，杨家这态度啊，我们家闺女不嫁了。你们杨家呀，要是想娶我闺女，必须用8台大轿接亲，办得风光体面才行。你这个当管家的，赶紧回去通报一声。行了，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婚姻大事，随口而戏，定下来今天的婚事。兰兰如果不嫁过去，咱家这不是悔婚吗？爷，那你啥意思啊？就这样让我嫁了？我可不想嫁得这么随便，还不如四嫂嫁的体面呢。你和你四嫂比什么？咱们村儿多少姑娘连轿子都坐不上，你咋不去比啊？杨家这牌面，你嫁了也不算寒碜。爹，我不嫁，反正这样我是不会嫁过去的。杨家这么有钱，为什么接亲不给我弄得体面一点？就是老头子，杨家人这么过分，这般对待我们家兰兰，你怎么能让兰兰嫁过去呀？你这个当爹的不护着闺女，还想委屈闺女不成啊？你个老婆子，你懂个屁！嘿，老头子，你这啥意思啊？我咋就不懂了？反正谁想娶我闺女啊，必须办得体面。杨家这糊弄样就是不成。今天兰兰窝窝囊囊的嫁过去，以后还不得被欺负死啊？会有啥地位啊？我们家老爷和夫人说了，今天定了良辰吉日，新娘子必须嫁过去，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们沈家悔婚。按照朝廷定下来的规矩，但凡悔婚者，无论男女，得赔双倍的聘礼。你们沈家不嫁人没事，把赔偿的钱准备好就成。怎么样，考虑好了没？到底是新娘子现在上轿子，还是你们沈家退婚呢？兰兰，要不还是嫁到杨家去吧。不管怎么说呀，这是一门好亲事，咱们呀就别计较这么多了。退婚咱们家可退不起啊。哎呦，要我说啊，这沈兰就算嫁到大户人家去也没有用，人家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呢。这嫁过去了不受人待见，还不如嫁给村子里的平常人家。当真以为天上掉馅饼，有钱人家的日子能过得那么舒坦吗？指不定嫁过去以后啊，人家不把她当主子，而是把她当丫鬟使唤呢。就是接亲弄得这么糊弄，人家明摆着瞧不上她，嫁过去哪能当主子？呵呵，也不知道朱大花炫耀个啥。做人呀，还是低调点儿。有句话说得好，爬得越高，摔得越痛。你们两个碎嘴婆子瞎说什么呢？啊，信不信我把你们的嘴给撕了？我家兰兰再怎么样，还是嫁到有钱人家去。人家就算接亲寒碜了点，可聘礼给了那么多，比你们这些连闺女都嫁不出去的要好多了吧？而且我闺女啊，好歹是坐着轿子出嫁的，你们闺女以后嫁人能坐得上轿子吗？嘿，自己不咋样，好意思出来议论别人啊？等哪天你们闺女嫁得比我家兰兰好，比我家兰兰体面，你们再过来说这话吧。行了，别嚷嚷了，赶紧去准备酒席吧，时候不早了。还不赶紧去厨房忙活，住这干啥呀？老四啊，你这就回去了，
嘿，咱家的酒席的菜呀还剩了不少，要不你带回去给石头和妮妮还有你媳妇儿吃吃。娘，不用了，我们家有的吃，而且月儿不喜欢吃剩菜。哎呀，这不是剩菜，厨房里呀又做的多余的出来，都没动过筷子呢，总归是娘的一份心意啊，你带着回去给你媳妇儿还有石头妮妮吃吃呀。娘，说了不用就不用，我们家有的吃，而且这会儿月儿他们应该吃好了。娘，你让四弟带吃的回去干啥？多出来的不能留着咱们自己吃吗？反正人家又不领情，你说你这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做什么？四弟现在日子过得好了，天天有肉吃，可不稀罕咱们这点吃的。娘，你放心，大冬天的这些东西能放很久，而且有我在，不怕吃不完，保证不会浪费了这些好吃食。你这臭小子知道个屁呀！吃，天天就知道吃，别的本事没有，吃你倒是厉害呀，怎么不撑死你啊？娘也真是的，就知道说我，说白了还不是偏心眼儿。当父母的都做不到一碗水端平。娘一直以来就偏心着大哥，啥好东西都想塞给大哥。现在老子有出息了，心眼又偏向了老四。反正我这个儿子在他眼里做什么都不对，什么也不是。算了，反正娘瞧不上我，说那么多也没意义。这么多好吃的，有这功夫抱怨，还不如多吃一点。沈月，这么快就回来了呀？月儿，没啥好吃的，我随便吃了点就回来了。那吃饱了吗？没有。那你要不要再吃点？好啊，月儿，我就爱吃你做的菜，外面的酒席吃不惯，感觉没啥滋味，还是你做的饭菜好吃。我们猪肉今天可以不用买了，镇子上的猪肉贵，我堂叔杀猪，除了自己家吃，还有往外卖的，价格只要15文一斤呢，比镇子上的猪肉价格便宜不少呢。这刚杀的猪啊，猪肉又新鲜，咱们可以直接去我堂叔家里买，到时候我和我堂叔堂婶说一下，给咱们呀多割点肥肉。行，萍萍，那猪肉就去你堂叔家买，不过我不爱吃肥肉，你们买肥肉就是，给我多称点瘦肉。行，清月妹子，到时候多给你割点瘦肉。这些猪血你们要不要？要的话，一人可以舀一勺回去，炖粉条吃味道也不错。这猪血呀是不要钱，送给你们的。好啊，婶子，那就帮我舀一碗吧。成。娘亲，这排骨真好吃，你以前都没有给我们做过呢。是啊，月儿，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之前竟然都没给我们做，到今天才吃上。不光在排骨好吃，这麻辣血旺也好吃。没想到猪血的味道一点都不差于鸭血，感觉比鸭血还要滑嫩，好吃。我今天啊得吃3碗米饭才够。你们没吃过的好东西还多着呢，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慢慢做。我想起来了啥做给你们吃，之前没想到，所以才没给你们做。老四啊，老四媳妇儿，你们家春联还没写吧？要不让你大哥帮你们写吧？不用了，我们家已经写好了。哎呀，写好了？老四媳妇儿，你家的春联真的写好了？你找谁写的呀？啊，找别人帮忙干啥呀？还得给人家送东西，找你大哥还有大侄儿帮忙，都不收你酬劳费，多好啊！娘，你想多了，我们家春联没找谁帮忙，是月儿自己写的。哎呦，我说老四，你媳妇儿会写字吗？写的字能看吗？这春联啊也得讲究一些，得让你大哥和你大侄儿写才行。娘，月儿写的字好看着呢，你就放心吧，绝对不比大哥和大侄儿写的差。我说老四，娘不过是这么一说罢了，你说这些胡话做什么呀？你把娘当傻子骗啊？你媳妇儿啊又没念过书，写出来的字啊怎么可能比你大哥和你大侄儿还要来得好啊？我说四弟妹啊，你们吹牛之前能打一下草稿吗？四弟妹都没读过书的人，能认得几个字就不错了，还说写的字不比你大哥还有大侄儿差。照你这意思，你大哥和一儿这些年读书是白读了吗？写的字还不如一个没读过书的婆娘好。有些人啊，喜欢夸自己就罢了，可也别把自己吹上天了呀，真以为自己多了不得呢。大嫂，你别说，
说不定四弟妹写的字真要比大哥还有大侄儿来的好呢。毕竟咱们四弟妹本事大，没有他不会的。他要真写的比你大哥还有大侄儿来的好，我跟他姓，跪下来喊他奶奶，牛皮吹上天，也不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哎呀，有些人呐，就是那德行，真让人看不惯。大嫂，这话可是你说的，要是我写的字比大哥还有大侄儿好，你以后可得跟我姓，还得跪下来喊我奶奶。怎么了，大嫂？你这是心虚了，不敢和我赌呢？谁心虚了？我才没有心虚。既然你没有心虚，那你倒是和我赌呀。哎，大嫂，你怕啥？四弟妹又没读过书，怎么可能写出像样的字？你可别被他唬住了啊！我和你打赌，就算赢了也没有半点好处。你倒是说说，如果你输了，写的字不如你大哥还有你大侄儿，怎么办？我写的字如果不如大哥和大侄儿，那我就送你5两银子，你觉得如何？如果林清月输了，我岂不是可以平白挣到5两银子？5两银子能买多少东西呀？既然林清月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好，四弟妹，那我就和你打这个赌。行，这是我写的春联，你把大哥和大侄儿写的春联拿出来，咱们一起去找村子里的读书人问问去，看看人家怎么说。四弟妹，这春联是你写的吗？你可别想忽悠我，拿着别人写的春联冒充是你自己写的。大嫂，既然你不相信，那我当着你的面重新写一副总可以了吧？好，四弟妹，那你就当着我的面重新写一副。没问题，笔和纸在哪儿？在屋子里，你跟我进屋吧。我说四弟妹，你是不是平时装惯了，都忘了自己几斤几两了？你一个没读过书的婆娘，这么不自量力，谁跟你的胆子说写的字能比我们写的好？四婶婶人美，都说字如其人，指不定她的字真就美得很呢。这臭小子是帮林清月说话吗？废话那么多做什么？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哼，我倒是想看看你写出来的字儿是个啥样。怎么可能？行了，既然写好了，那就拿出去让人看看，比一比，到底谁写的字好。还比什么比啊？不用比了。四弟妹，我劝你还是早点认输吧，也省得出去丢人了。赶紧把5两银子拿出来，咱们就不用出去浪费时间了。哼，大嫂，你怎么知道输的一定是我？万一是大哥和大侄儿输了呢？四弟妹，你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到底怎么样还说不准呢？咱们拿着字找别人比一下不就行了？废话那么多做什么？好，那咱们就去比。行了，别闹了，你这婆娘没读过书，你懂什么？四弟妹写的字儿比我写的字好多了，不用比，四弟妹已经赢了。啥？相公，你没弄错吧？谁弄错了？这种事情能弄错吗？你就别出去给我丢人现眼了，我可丢不起这人。这么说来，我输了。履行承诺的话，我不得跟林清月姓，还得跪下来喊林清月奶奶。怎么可能？四弟妹的字怎么可能写得比你们还要好？哼，大嫂，大哥都这么说了，你还有啥好说的？有什么不可能的？你没听过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吗？不要随便小瞧别人，自己没啥见识，就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哼，大嫂，怎么了？你这是想耍赖，不愿意履行赌约了？既然打赌，那就得愿赌服输。大嫂，你既然输了，还希望你说话算话。是啊，大嫂，既然是打赌，那肯定得说话算话，不能赖皮呀。四弟妹赢了，你总不能不认账吧？啊，大嫂，你杵着干啥呀？还不赶紧跪下来喊我奶奶？对了，以后也得记着
跟我姓啊？我说四弟妹，我给你跪下来，你就不怕折寿吗？哼，我说大嫂，之前你和我打赌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现在你输了，好意思说这些？我还真不怕折寿，希望你能说话算话，赶紧给我跪下来吧。四弟妹，都是一家人，用不着闹腾的这么难看吧？要不还是算了吧，别让你大嫂跪了，要不是传出去也会影响你的名声。大哥，什么一家人不一家人的？大嫂之前嘲讽我的时候怎么不提这个呢？反正嘴长在你们身上，任凭你们怎么说。大嫂和我打赌，那就得愿赌服输，别和我啰嗦那么多，赶紧跪下吧，跟我姓就不必了，我还嫌脏了我的姓呢。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早知如此，打死也不会打这个赌。怎么了，大嫂？你还不跪？等着我动手，你才跪是吧？大嫂，既然逃不掉，你就别磨叽了啊，还是赶紧跪吧，反正都是自家人，没外人在，也不会有人笑话你。大嫂，今天吃了这份亏，以后你可得记好了，别狗眼看人低。翠姐，春联我已经帮你写好了，你就不用去麻烦别人帮你写了。哎，四弟妹，麻烦你了。没事儿，反正我自己家也要写，就顺便多写了2幅，不麻烦的。那好，明儿啊我就能贴上了。翠姐，明天晚饭你和大娟、小娟记得过去我那边吃。行，我记着了。老四啊，老四媳妇儿啊，嘿，明天你们不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呀？咱们沈家人呐，大过年的可得聚在一块儿啊。不必了，你们几房凑在一块儿就行，我们4房就不过来凑热闹了。老四啊，你怎么说呀？啊，明天年夜饭咱们沈家人要不要在一起吃啊？娘，我听月儿的，月儿不喜欢吵闹，我们4房就不过来和你们一起过年了。哎呀，我说老四啊，你一个大男人的，这么顺着媳妇儿做什么呀？啊，婆娘说啥你都依着，你眼里还有没有我和你爹啊？嘿，我们老2口啊还没死呢，你就想着分出去过年，传出去啊，你不怕别人戳你的脊梁骨吗？娘，这段日子以来，你们对我做了什么，月儿又对我做了什么，谁好谁坏，我心里有本账。我宁愿不认你和爹，也绝对不会和月儿唱反调。好，你这个臭小子，你是出息了。当初啊，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呀，哈，你就全抛到脑后了，一点也都不感恩了是吧？哈，你身上啊流着我和你爹的血，没有我们，能有你这个人吗？嘿，你媳妇儿啊，才为你做了多少啊？你就感恩戴德的，连自己的爹娘都不认了。嘿，你呀，就等着被人戳脊梁骨，被人骂死吧。娘，你们做了什么？村子里的人都清楚得很。我们4房行得正，坐得直，还真不怕被人戳脊梁骨。别老拿生养说事了。沈玉之前也帮你们挣了不少钱，欠你们的都已经还清了。行了，少说2句。既然老四和老四媳妇不爱和我们一起过年，那就随他们去吧。吵起来，让外人知道，会招来笑话的。这个老婆子没点眼力见儿的，明知道如今要讨好4房，结果现在又嚷嚷了起来，还怎么拉近和4房的关系？老四媳妇，你娘就是这性子，憋不住火，你们啊可别和她一般计较。月儿，要不你再多睡一会儿，我先起来忙。没事儿，既然要忙，就得起来一起忙。你们怎么不多睡一会儿？起来这么早干什么？娘亲，我和石头哥哥起来帮你和爹爹一起干活。今天那么多事儿，只有你和爹爹干，肯定很辛苦。有啥事儿是我和石头哥哥能干的，就吩咐给我们吧。妮妮真体贴。哼，娘亲，这是妮妮应该做的。哎呀，金月，晚上就别准备那么多菜了，肯定是吃不完的呀。上次啊都剩了那么多呢，这次呀就别剩菜，别浪费了啊。没事的，翠姐，这不是过年特殊嘛，年夜饭不多准备几个菜，太寒碜了不好。
反正咱们放开肚皮吃，多尝点不一样的味道。清月，我不喝酒的，喝不来酒。翠姐，这不是白酒，这是果酒，喝起来甜甜的，味道还不错，喝了也不容易醉。你先尝一口，看看能不能接受这个味道。清月，这果酒确实挺好喝的呢。翠姐，你看我没骗你吧？喜欢喝就多喝点，今天过年难得热闹一次。是啊，难得热闹一次，咱们一起碰几杯吧。娘亲，那妮妮能不能也尝尝，喝几口酒？妮妮，这果酒小孩子是不能喝的。娘亲，为什么小孩子不能喝呀？因为小孩子喝酒，喝一点就醉了，喝醉脑子会变笨。妮妮想不想脑子变笨呢？娘亲，那妮妮还是不喝了，要是变笨，就没人喜欢妮妮了。娘，这压岁钱以后还要交给你吗？不用了，你们自己留着花就行啊。平时啊，想买啥吃的自己去买一些，不用找娘来报备，也不用从娘这儿拿钱。等花完了，和娘说一声就行。娘，这么多压岁钱放在我手上，我都有点害怕，万一弄丢了咋办？到时候就放在家里，想买啥东西啊，再往身上揣几文钱不就行了吗？娘，我知道了。我是不是起来的太晚了？你们有没有饿着？我现在去给你们做饭吧。月儿，没事儿，不用着急。翠姐已经早早的起来，帮我们做好了早饭。今天早上还有汤圆吃呢。那就好。月儿，你现在去洗漱一下就可以吃饭了。翠姐可真勤快。沈月，你有没有觉得我太懒了？月儿，你哪儿懒了呀？你明明勤快得很，咱家里有好多活儿，不都是你忙里忙外的吗？月儿，你穿着新衣服新鞋子可真好看。你今天也很俊啊，这模样走出去估计能迷死不少小姑娘。月儿，哪有啊，我这样除了你谁能瞧得上啊？即便人家瞧得上我，我心里也只有你，别的女人我可看不上。沈玉，你这么紧张做什么？我又没别的意思，只是单纯的夸你长得俊。月儿，那你喜欢我这张俊脸吗？当然喜欢，谁不喜欢长得俊、长得好看的？月儿，那回头你如果碰到一个长得比我还俊、比我还好看的，你会不会移情别恋，喜欢上人家？长得比你俊的不一定比你好，你又不光是长得俊，还那么体贴会疼人。放心吧，在我眼里，你就是全天底下最好的男人。清月，你起来了呀？早饭呀，我已经做好了，我给你盛去。翠姐，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你这一大早就起来帮忙做早饭，已经很辛苦了，你先坐下来歇着吧。没事儿，清月，我不累。翠姐，你不累也得坐下来歇一歇，我哪能让你伺候我吃饭呀？有的人真是有点钱就嘚瑟啊！家里的女娃娃穿啥新衣服，真浪费钱，把钱花在赔钱货身上，真是钱多人傻。看来刘氏赚了不少钱，2个闺女啊，新年都穿上了新衣服了。一个女人独自带着2个孩子，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不容易啊。有啥不容易的？又不是他有本事，还不是靠别人带着挣钱啊！有点钱呀，也不知道攒着，拿出来乱花，给赔钱货买新衣服干啥？现在不知道省着，等以后哪天挣不到钱了，有他的苦日子过呢。有些人可真有意思，大过年跑过来对别人评头论足，别人是吃你家大米了还是咋了？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翠姐，有些狗就是喜欢乱叫，咱们不用搭理。林清月，你这是什么意思？说谁是狗呢？我又没有说你，你这么激动做什么？你这是承认自己是狗了吗？给你们买糖吃的，拿着吧。既然是你们四婶婶给你们的红包，就收着吧。
别辜负了你们四婶婶一片好心。收了红包，赶紧跟人家说一声谢谢啊！谢谢四婶婶。四弟妹，你怎么给大妞二妞红包，不给我家洋洋红包呢？都是你侄儿侄女，你不能这样偏心对待吧？大嫂，你方才眼瞎了没瞧见？大妞二妞给我拜了年，问候了我才给他们封的红包。你家洋洋屁都没放一个，我为啥要给他红包？就是啊，大嫂，你家洋洋都没有给四弟四弟妹拜年，我家大妞二妞礼貌，四弟妹才给封的红包，凭啥要给你家洋洋呢？大过年的，连婶娘都不知道喊一声招呼一声，换做我也不乐意给你家洋洋包红包。洋洋年纪小不懂事，四弟妹和他计较做什么？得了吧，大嫂，你家洋洋不懂事，怎么我家大妞二妞就懂事，知道给四弟四弟妹拜年问候呢？即便你家洋洋真不懂事，你这个当大人的怎么也不懂事哈？四弟妹没给你家洋洋发红包，你还好意思过来讨要？哼，换做我铁定是没脸要的。洋洋，乖，赶紧给你四叔还有四婶婶拜个年，问候一下，这样你四婶婶就给你包红包了。我不要，我才不要给这个丑八怪拜年呢！你说谁是丑八怪？当然是四婶婶。你四婶婶是个大美人，怎么就成丑八怪了？她以前可不就是丑八怪吗？我娘说了，她就是脸上蒙了一层漂亮的皮，实际上还是丑八怪。大嫂，你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在孩子面前这般污蔑月儿。四弟，你别听洋洋瞎说，这话我可从来没有说过。大嫂，小孩子是不会撒谎的，洋洋还能污蔑你不成？娘，你就是这么说的，我可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你说了都不止一次两次。大嫂，你现在怎么说？难不成还想着狡辩吗？四弟妹，我就是瞎说的，你们别放在心上，是我不对。哼，大嫂，希望你下回说话注意这些，要是让我发现你再在背后嚼我舌根子，乱编排造谣，可别怪我撕烂了你的嘴。好，四弟妹，我知道了，以后绝对不会再乱说乱造谣。大嫂能记着就好。妮妮，以后咱们过来镇子上住好不好？以后就在镇子上买房子，到时候妮妮可以经常去看石头哥哥，石头哥哥也可以经常回家来。啊，娘亲，咱们真可以在镇子上买屋子吗？以后真可以住到镇子上来吗？如果能住到镇子上，那自然是好的呀。镇子上多热闹，有那么多好玩的好吃的，而且还能经常见到石头哥哥。是啊，咱们可以过来镇子上买屋子，咱家现在不缺钱，妮妮愿意过来住的话，娘就去看屋子，咱家买一栋来住住。可是娘亲，咱们如果过来住，妮妮是不是就没办法和大娟小娟他们玩了？这样的话，妮妮一个人也很孤单。那就让大娟小娟还有你翠姨和咱们一起过来住，到时候咱们买大点的房子，挪一间房给他们就成。好啊好啊，那咱们以后就在镇子上住，每天都可以热热闹闹的，有很多东西可以玩。是啊，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想买什么都很方便。月儿，咱们以后真的要在镇子上买房子，在镇子上住吗？是啊，怎么了？你这是不愿意？没有，月儿，我也觉得挺好的，在镇子上住肯定比乡下方便很多，也要清静很多。既然你没意见，那咱们回头就去找找房子，好好的置办置办。你们谁拿了我家的腊肉啊？我说刘翠，你这是啥意思啊？啊？什么叫我们谁拿走了？嘿，我们呀可没拿你的腊肉。就是，你这是想往我们身上泼脏水吗？谁拿了你腊肉？暗示我们偷了你的腊肉是吧？自己的东西不好好看着，丢了以后问我们做什么呀？又不是我们拿的。有些人的意思可不就是很明显吗？就是在说我们谁偷了他家的腊肉呢。
就是你们平时都在家，你们没拿的话，有没有看到有啥人过来拿了我家的腊肉啊？哼，没有，我们又不是天天站在屋子外头，谁会一直看着你的腊肉啊？我也没看到。刘翠，你家腊肉不见了，反正和我们没关系，你别来问我们。娘，你别伤心了，一吊腊肉没了就没了，咱们少吃些就是。之前也都吃过了，尝到了味儿，以后啊少吃点没关系。是啊，娘，如果娘很想吃，很喜欢吃，小娟和大娟姐姐努力干活，到时候挣到钱再买肉回来给娘做腊肉吃。啊，娘不难过，不伤心，咱们好好努力啊，把钱挣回来再做腊肉吃啊。金月，你怎么来了？哎，翠姐，你这是怎么了？是谁欺负了你吗？四婶婶，不知道谁偷了我家晒在院子里的腊肉。翠姐，沈家这边你是越早搬出去越好，不能跟他们住在一起，不然这种糟心事永远断不了。我准备去镇子上买一套房子，到时候肯定多出来很多房间。你和大娟、小娟要不就直接搬到镇子上和我们一起住，以后就别住在村子里了。如果你攒够了钱在村子里盖房子，我三哥到时候还不晓得会不会纠缠你呢。反正他那人死皮赖脸的，啥事儿都可能干得出来。如果到镇子上住，肯定会清静不少，也避免和沈家这些人来往。金月，你说的对，明儿个呀，我就去镇子上找房子去，找到合适的房子啊，我就带着大娟、小娟搬出去住。等我以后有了钱啊，就在镇子上买一间房，我就不再回村子来了。这样啊，才能和沈家断个干净，带着大娟、小娟过上清静自在的日子。清月啊，你买房子自个儿住，平日里你对我们母女三个人已经照顾很多了，我们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去镇子上租一间房子也不贵，房租啊，我现在是完全能够付得起的。好，翠姐，既然你打定主意了，明天等咱们忙活好，我陪你一起找房子去。你和大娟、小娟早点搬出去，省得和这些奇葩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好，早点搬出去，我和大娟、小娟呀，也能早点过上清静的日子。清月，我们母女三人让你操心了。翠姐，你这说的是啥话？大娟、小娟是我的侄女儿，当初我们四房日子过得最艰难的时候，你不也经常帮助我们吗？现在你们母女三人有难处，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肯定义不容辞。等我在镇子上买好房子，咱们都能去镇子上住，到时候又能经常走动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可以搬出去住了，以后不用再被欺负了。刘翠，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啊！我和大娟、小娟要搬出去住，以后不在这住了。搬出去住？你搬去哪儿啊？啊！我搬去哪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必要向你交代吧？嘿，你这婆娘，我问问也不行啊！啊！大娟、小娟毕竟是我的亲孙女儿，我这个做奶奶的还不能操心孙女去哪儿住啊？谁知道你这个黑心的婆娘要带着我两个孙女去干嘛呀？哼！你现在倒是会说大娟、小娟是你的亲孙女了，当初你可从来都没有说过，还嫌他们俩是赔钱货。现在呀，你就别假惺惺的过来关心了。大娟、小娟是我的亲闺女儿，我肯定会带着他们好好过日子。反正和离书上写的清楚，大娟、小娟归我，我现在到哪儿啊，肯定都得带着他们。以后我们母女三个人的事儿，你们沈家就不用操心了。哎，翠姐，你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呀？啊，都收拾好了。就这么点行李？哼，本来就没多少东西，也就我们母女几个人的几件衣服还有被褥罢了，平时也没有添置其他的东西。那行，翠姐，东西放好，你们上车，我带你们去镇子上。好，清月，麻烦你了。麻烦什么？翠姐，不就是送你们一趟吗？看到你现在日子过得好，我比什么都高兴。娘，这以后就是咱们的家了，对不对？是啊，这以后就是咱们的家了。小娟高不高兴啊？嗯，小娟高兴，很高兴。娘，咱们的新家可真好，比乡下的房子好多了。
是呀，这可是镇子上的房子，自然是要比咱们乡下的房子好得多了。大娟、小娟，这是咱们租来的房子，咱们以后啊要好好爱惜，可不能损坏了人家的房子啊，要不然人家可能就不租给咱们了，知道吗？娘，放心吧，我们会记着的。好，大娟、小娟真乖呀。娘，小娟帮你烧柴火。好，小娟真乖，来，帮娘烧柴火。郑大哥，我做了几个菜，特意多煮了点饭，你晚饭还没吃吧？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和我们母女3个人一起吃一顿吧。这是什么？郑叔叔，这个是腊肠，我四婶婶教我娘用肉加调料做的，可好吃了。你也赶紧尝尝，保管觉得好吃。好，郑叔叔尝尝。哟，这腊肠味道可真好啊，吃起来真香，不错，很好吃，比肉香多了。郑叔叔，你看我没有骗你吧？这腊肠就是很好吃。郑叔叔，你再尝尝我娘炖的萝卜，也很好吃。大白菜其实也不错，只是没有腊肠和炖萝卜的味道好罢了。好吃，没想到刘妹子的厨艺这么好，这手艺比很多酒楼厨子做出来的菜那味道还好呢。郑大哥，你过奖了，我这手艺和小娟四婶婶比起来呀，差得远了，我也就是学了点皮毛罢了。你要是喜欢吃呀，就多吃一点，回头如果没有时间做饭，就知会我一声。不嫌弃的话呀，就和我们母女3个人一起吃便是，多个人在一起吃饭啊，也能多添一份热闹呢。是啊，郑叔叔，以后你想要吃我娘做的饭菜，就和我们一块儿吃，反正就多一双筷子的事。这怎么行？偶尔吃一顿没事儿，哪能经常和你们一块儿吃啊？太麻烦你了啦。郑大哥，不麻烦的，反正啊，我也是要做饭的，就多做一个人的分量，一样的忙活。我们自个儿也得吃啊。你每天看书也没这个时间去做饭，再者你一个大男人的，厨房的活儿啊你也忙不来。我是个女人，操持惯了，一点也不觉得麻烦呢。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啊，我也不能厚着脸皮麻烦你，不是？娘，你看四弟和四弟妹多厉害，这是要发达喽，都能在镇上买得起房子。这段时间到底挣了多少钱啊？我哪知道他们挣了多少钱啊？哼，老四啊都没有过来和我这个当娘的说。大嫂，不用想，四弟和四弟妹挣的肯定不少，要不然哪来的钱去镇子上买房子住？哎，他们开了2家铺子，反正是发达喽。四弟和四弟妹真不孝顺，都挣了那么多钱，也没见着过来孝顺爹娘多少。自己过上好日子，爹娘竟然都不记着了，也太没良心了吧。娘，四弟四弟妹这样，难道您都不生气吗？哪有做儿子媳妇的这样，爹娘都忘了。尤其是四弟，怕是不知道自己姓谁了吧？老大媳妇儿，你也知道老四和老四媳妇儿的性子。哼，你要真的为了我老婆子打抱不平，你就亲口跟你四弟四弟妹说去。娘，你说现在四弟和四弟妹都要搬去镇子上住了，在村子里盖的房子他们就用不上了，这空着也是浪费。要不去和四弟四弟妹提一下，他们不住的房子就让咱们住过去呗。他们家房子大，还是砖瓦房，比咱们家的屋子强多了。一儿年纪也到了，筹备着婚事呢。如果能够住到四弟那好房子去，一儿也能更好的找媳妇儿。不说让四弟四弟妹孝顺啥，他们这儿不住的房子，不至于小气到不空出来给你和爹住吧？啊，这事儿啊，你说的也没错。等会儿啊，我去问问老四和老四媳妇儿。娘，四弟四弟妹就在家呢，要不你现在就去问问吧。行，咱们去四房那一趟。娘，大嫂二嫂，你们过来做什么？四弟，听说你和四弟妹在镇子上买了房子，这是要搬去镇子上住了呀？是啊，大嫂，你问这个干啥？
啊，是这样的，四弟，既然你住到镇子上去了，这村子里的房子就空出来了。这么大的房子空置不住也是浪费，还不如让爹娘住过来。大嫂，我们四房虽然搬去镇子上住，可以后也不是不回来了。叶落归根，我们时不时的会回来住上几天。我说四弟，你们也就偶尔回来住上几晚，这么大的房子还不是大多数时间都空着吗？再说了，你家房子这么大，爹娘住过来也占不了几间房。你和四弟妹想回来了，那么多间房子，难不成还不够你们俩住的？大嫂，我和月儿都不习惯和别人一起住，哪怕是回来住几晚，也不想和别人挤在一个屋檐下。四弟，你怎么能这么没良心啊？房子宁愿空着，也不愿意让爹娘住，你自己心里过意得去吗？爹娘把你拉扯这么大，你现在日子过得好了，就半分不孝顺爹娘了？我说大嫂，你能不能别老是拿出这一套来找茬？当初你们几房人做了什么，是不是需要我重新拎出来和你们好好的说道说道？比起你们其他几房人，我们四房做的绝对不差，逢年过节该孝顺的也从来没有落下过。现在这房子是我们四房自己辛辛苦苦挣钱盖起来的，和你们没有半点关系。你们想要过来住，没门儿。四弟妹，那你们四房也不至于把房子空着浪费啊。谁说我们要浪费了？回头我找找看，把房子卖出去，至少也能卖个好几十两银子呢。四弟妹，你咋宁愿卖了也不给爹娘住？你们四房有那么多钱，还缺这几十两银子吗？大嫂，你这话说的，谁会嫌钱多啊？难道你嫌钱多吗？清月妹子，沈玉兄弟，你们这突然搬走，我这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不过看到你们过得越来越好，我还是祝福你们，替你们高兴。翠花嫂子，别说的那么伤感，咱们以后还不是天天能见上面吗？又不是见不着了。是啊，清月妹子，还好咱们能天天见上，要不然的话，嫂子肯定会想死你的。还好清月妹子没有去太远的地方，就在镇子上，能够时常见到，不然我们肯定是想死了。这村子里也就咱们几个能说上话，和别人都聊不来呢。你们以后卖完卤味，没事的时候经常过去我那边坐坐，咱们还是有机会时常在一块说说话聊聊天的。放心吧，你就是不说我也会去的。萍萍，你怎么了？啊，没事，就是有些想吐，这几天都这样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吃坏了肚子。哎，说来也奇怪，想吐吧，可又吐不出来呢。萍萍，你该不会是怀孕了吧？哎，萍萍，你把手伸过来，我给你号号脉，看你是不是怀上了。萍萍，恭喜你，你已经有1个多月的身孕了。啊，清月，你没骗我吧？我真的怀孕了。你可别拿我寻开心啊。萍萍，你看我像是在骗你的吗？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拿出来骗人？你呀，就是怀了身孕。哎，清月，那有没有可能是你号脉号错了呀？清月的医术连许大夫都要佩服几分，萍萍妹子，你就放心吧，他是不可能给你弄错的。萍萍，你这是乐傻了吗？这么好的消息可得赶紧告诉大柱兄弟，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也得乐呵。翠花嫂子，你说啥？我要当爹了？萍萍怀了身孕了吗？是啊，大柱兄弟，你来的可真巧。刚刚清月妹子给萍萍号了脉，怀孕1个多月了，你要当爹喽！太好了，太好了！我要当爹了，我要当爹喽！大柱，你快放开我，我都快被你勒死了。萍萍，我就是太激动了，怎么样，弄疼你了吗？我给你吹吹揉揉。没有弄疼我，不过我现在怀了身孕，你以后可别像现在这样毛毛躁躁的了，万一伤到孩子可不好。好，萍萍，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嗯，萍萍，咱们有孩子了，你高兴吗？当然高兴了，这可是咱们第1个孩子呢。那你以后可得注意着点，有啥活能使唤我的就尽管使唤我，
你自己一定要多休息，尽量别干活，免得伤到了肚子里的孩子。有啥想吃的就和我说，山珍海味我都想办法给你弄来。萍萍，你这怀了孕，以后干活就捡轻松的活干，重点的活就交给我们。怀了孕不一样，要多多注意啊。翠花嫂子，我知道了。不过咱们干的活也不重，我也没那么娇贵。咱们村子里有多少女人临盆前一天还要下地干活呢？多动动啊，反而好生养。要是不干活，都挑轻松的做，唯独生孩子还没有那么好生呢。萍萍说的对，干点轻松的活对生孩子反而有好处。平日里只要多注意些，别伤到了肚子就行。爹娘，你们怎么过来了？又有啥事儿？老四啊，你可得救救你小妹呀！哎呀，那个杨武他就不是个东西，把你小妹打得半死不活的。你小妹到现在呀还在家里躺着呢。哎呀，娘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小妹去死啊！想要救你小妹啊，就只能让她离开杨家，让她和杨武和离。可是杨家说呀，这是他们好不容易娶回去的媳妇儿，和你小妹和离也行，但是得赔偿他们2倍的聘礼，这可得是400两银子呀！我和你爹，哎呀，怎么可能拿得出来呀？咱家呀，这是砸锅卖铁，也凑不出这么多钱来呀！你是他四哥，做哥哥的不能对自己亲妹子的死活不管吧？啊！娘，我们私房没这么多。老四，你胡找什么呢？啊，你能没钱啊？你们四房都在镇子上买了这么大这么贵的房子，能拿不出400两银子来？你唬谁呢？要我看呀，你就是不想救你的亲妹子。老四啊，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啊？那可是你的亲妹子，她就要被人打死了，你还不管不顾啊？400两银子能比你小妹的命还重要吗？哼，娘，你还别说，400两银子够买小妹好几条命了。外面市场价买一个婆娘回来，姿色不错的，最多也就40-50两银子。当初你是走了狗屎运，花了1两银子把我买过去罢了，所以400两银子当然要比小妹的命还重要了。想必小妹这一辈子也赚不到400两银子出来。你这话倒是说得轻巧，有本事你自个儿去弄400两呗。老四，你赶紧说句话啊！你自己的亲妹子，你到底救不救了？是400两银子重要一些，还是你的亲妹子重要一些呀？娘，这没有什么重要不重要的，这钱我们四房是不可能出的。难不成你忘了，当初小妹嫁人之前，月儿可是劝过你们，那杨家人什么德行，月儿也和你们说清楚了，你们自己非不相信，当初还那般数落月儿，现在好意思找我们四房要钱。要我说，小妹这样是自食恶果，就别找我们四房救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去。哼，娘，看你年纪也不是多大，这忘性能这么大？连这都不记得了，当初小妹说的多难听，你也在旁边，应该知道吧？哦，不仅小妹说了，我记得你当时也骂得很难听。怎么，当初那么骂我，还好意思让我帮你们？哎呦喂，这日子实在是没办法过了。如果兰兰有个3长2短的，我老婆子也不活了。老四啊，你看看，你娘都这样了，难道你真的不管你娘了吗？眼睁睁看着你娘去死。爹，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看着我娘去死？当初我和月儿拦着你们别往火坑跳，你们自己不听劝，现在好意思赖上我们？400两银子呀，当大风吹来的呢，我们四房也不是能轻易拿出来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事儿我是不可能管的，你们爱咋样咋样。月儿，咱们回屋去，别搭理他们。陈妈，关门，以后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就别放进来。哎，好的，夫人，我记着了。老四，
老四媳妇儿，你们咋能这样啊？啊！你们要这么狠心，我就在门口好好的闹腾闹腾，让大家都知道你们两个到底是啥德行。娘，你爱闹就闹去呗，这事儿你不占理，我和沈玉也不怕被人说的。哎呦喂，没良心的臭小子呀！老婆子，我当初辛辛苦苦把你生下来拉扯大，你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啊，连亲娘的死活都不管不顾了，自己亲妹子也忍心看着她去死啊！哎呀，老天爷怎么不开开眼，大雷劈死你啊！行了，赶紧起来吧。老四和老四媳妇什么性子，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们狠下心来不管，你就是喊破嗓子，人家也不会搭理你一句。啊，老头子，那你啥意思啊？兰兰，难不成就不管了吗？那是他的命，咱们能有什么办法？怎么去管？400两银子，你怎么拿出来？哎呀，老头子，你咋能这样啊？兰兰可是咱们的亲闺女儿啊，咱们怎么能不顾她的死活呢？哎呦，我可怜的兰兰了，咋就碰到了杨武这个畜生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之前我说给兰兰挑个品行不错的人下来就行，你非得给他挑一个条件好的、有钱的人家才行。如果当初听我说的，兰兰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样。老头子，哪个当娘的不希望自己的闺女儿以后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呀？啊，当初杨家呀，也是你亲自把关过的，你是点头同意的呀。现在咋啥事儿都赖在我头上啊？你这个当爹的责任更大。行了，我懒得和你扯，赶紧走吧，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月儿又给你添麻烦事儿了。没事，沈玉，这事和你又没有什么关系，又不是你想让他们过来找茬闹事的，这件事情咱们不去管，不去搭理就好了。月儿，咱别去管，我爹娘爱咋样就咋样。你真的忍心眼睁睁看着你小妹出事？月儿，我小妹这样都是她自找的，当初咱们提醒她了，她不听劝，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呢？400两银子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咱们能救我小妹一次，以后他们再犯事儿了，是不是还要让咱们拿钱救？这样，咱们可以和你爹娘商量好，400两银子我们4方出，不过要和咱们写一份断绝关系书，以后咱们4房和他们桥归桥，路归路，有什么事儿也别再来找咱们4房，你也不用再给他们养老送终，直接断了他们往后的念想。写了断绝关系书，再找李正见证一下，就不怕他们以后再继续纠缠咱们了。月儿，这400两银子你可舍得？就当是喂狗了吧，换来以后清静的日子也还划算。钱咱们可以慢慢挣，也会越挣越多。不管怎么说，沈兰是你的亲妹子，真有个3长2短，我害怕你这个当哥的以后心里会愧疚。反正咱们做到这份上，已经仁至义尽了。沈家人以后再出啥事，咱们别管了就行。好，月儿，那就按你说的办。林姑娘，我用过你送我的那些东西，实在太好用了。用完以后，感觉整个人都变得白嫩了很多，皮肤光泽透亮了很多。你东西那么好，那么实用，到县城开店，肯定会有很多女人去买的。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才打算在城里开店的。林姑娘，你知道吗？我听说了，县城里不少夫人小姐都派人去你们镇子上买护肤品。虽然你没来县城开店，但你那些东西的名气已经传遍县城了。看来在这里开店要比我预想中的顺利一点。是啊，林姑娘，主要是你的东西好，大家都是长眼睛的，谁能不识货？回头你要是在县城开店了，
我在你这儿买东西可就方便了，不用派人大老远的去镇子上了。好，到时候可就指望着夫人多照顾照顾我这店里的生意了。林姑娘，你就放心吧，到时候我不仅会照顾你的生意，还会帮你介绍生意。我在县城可认得不少的有钱人家和富人小姐，你卖的这些好东西啊，我肯定会帮你介绍出去的。好，夫人，那我可就不和你客气了，到时候如果你帮我多拉点客户，我请你吃饭。林姑娘，你以前也帮了我不少，还救过我的命，就不必和我这般客气。我觉得咱俩挺投缘，以后也别这么生分，你叫我巧莲吧，我叫你清月好不好？咱们以后就当是姐妹啊。夫人，你是堂堂的县城夫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民女，哪有这份福气当夫人的妹妹呀？不能这么说的，人生来一样，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我就是喜欢你，就是想认你当妹子，你是嫌弃我，不愿意认我这个姐姐吗？我当然愿意，能有你这样的姐姐，是我半辈子修来的福气了。